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今天又是一期干货聊天视频。那一转眼奔4的年龄了，有的时候不静下心来仔细好好想一想，真的没有察觉我距离25岁已经10多年了。最近公司注入了很多95后啊、00后啊新鲜的血液，看着他们每天活力满满的样子，我也开始回忆起自己25岁时候的状态了。从19岁呢开始留学到日本后呢，白手起家，在银座开公司。其实这一路下来，不只是外在的环境变化很大，我觉得自己内在的成长其实更是值得静下心来去回味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从25岁到35岁这10年自己的想法和认知，还有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成长和变化。第一个呢，我觉得25岁到35岁吧，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对社交需求的改变。我现在呢，除了工作需求，平时我个人的话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交的生活，然后朋友也不多，所有的社交几乎都是工作上的对接。除了工作呢，我平时社交最频繁的朋友呢，可能就是我老公了。但是呢，回想一下，我20多岁的时候，其实和现在还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和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去伊萨卡亚去喝几杯啤酒，喝几杯萨瓦，就这几个下酒菜呢，能聊上整个一个晚上。其实呢，也是挺开心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让我现在去喝一个晚上，一个是年龄和身体真的是跟不上了，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不到那种通宵喝酒的快乐了。每个年龄段的时候呢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。年轻的时候呢，会想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呢，获得认同感。但是现在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对自己的了解呢也越来越深，外界的好与坏的评价对于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，还有工作的小伙伴们。独处的时间呢越来越长，对自己内在的探索的需求呢也越来越高。那总结来说呢，如果25岁的我是通过与朋友的交谈和外界的反馈来了解自己的话，35岁的我就是通过与内在的自己的对话去深入的认知自己。那事业上的话呢，25岁那个时候正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嘛，所以是刚刚步入社会的第一阶段。那个时候呢，比起想我未来要赚多少钱，然后要住多大的房子，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怎么解决自己当下的生活费。那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越是没有钱越敢闯，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。工作上也是每天都是风风火火的一个状态。那到了35岁呢，自己事业上的目标就会更加的坚定了，知道自己擅长什么，不擅长什么，要走的路呢也更加的明朗一些。而且现在呢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想什么就做什么，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和现在的员工小伙伴，然后遇到需要做决定的事情，我就反而会三思而后行，考虑的呢会周全很多。因为现在不像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团队几个人的时候一起创业，现在要考虑到整个公司的员工，所以试错的成本相对来说也就更高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我觉得我事业上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公司团队的规模越来越大，自己身上的责任也感觉越来越重了。创业之前呢，还是考虑自己比较多的，但是现在呢，除了考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外吧，我也会经常想着我能为我的员工做点什么，我能为这个社会去做点什么，会想让公司的员工也可以通过这份工作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，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以前的话呢，肯定是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这么想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就觉得说能把自己过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人的想法真的是随着时间而不断的变化的，可能再过个几年，我的想法又会跟现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这条视频，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感受，还是蛮期待的。那最后来聊一聊我25岁的时候都在买些什么东西吧。其实在收藏爱马仕之前，我也买过其他品牌的包包，比如 LV 啊、Chanel 啊，还有 Miu Miu 啊，其实也都有买过。之前的视频里呢也有说过，那个时候呢，为了买一只烂大街款式的 LV 的包，信用卡分期了1年
才把钱还完。其实当时呢，就是单纯的追求潮流，追求当季新款、明星同款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适合什么，不适合什么。那看别人穿的好看，自己也就想买回来试一试。所以呢，家里就会堆很多买回来，穿1次2次就不穿了的衣服，包包呢也是五花八门的，什么牌子都有。但最后常用的呢，其实也就是那么1、2只。那10年过去了，我现在比起那个时候呢，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风格，也有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品牌，不会再去盲目的跟风，追求各种明星同款。但是怎么说呢，我感觉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风格，这应该是一个必经之路吧。很多人应该也都会有这个阶段，毕竟多去尝试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，不适合什么。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在购物上的心路历程。从25岁到35岁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可能是外貌上的，也可能是情感和心态上的变化。但无论变的是什么，好好珍惜岁月的礼物，才会一路笃定，越来越好。喜欢小马的影片，别忘了点击订阅哦，我们下期见。